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正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近地轨道运行，大家就跟随我们一起来打卡中国空间站吧。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空间站最重要的舱段——核心舱，它是整个空间站管理与控制的中心，也是我们在轨工作与生活使用频率最高的地方。下面具体的就由李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们平时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工作、就餐以及交流。这是我们的餐桌，这是加热装置、微波炉，还有冰箱以及饮水分配器。由于太空失重环境的因素，水不会像是在地面一样老老实实的在杯子里，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饮水袋来接水，这样就方便多了。我们3个人分别来自四川、河北、江苏，所以口味略有不同。可以说，我们的个人食品都是私人定制的。下面我们再去看一看睡眠区。每名航天员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这是指令长的睡眠区，这是我的睡眠区，这是广苏的睡眠区。在每一个睡眠区里都有一个像这样的舷窗，这个是宇宙级别的舷窗。我们在工作之余就是通过它来遥望美丽的地球家园。接下来我们去空间站的2个实验舱去看看吧。空间站的2个实验舱，一个是问天实验舱，一个是梦天实验舱。问天实验舱主要是用于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相关的科学实验。现在我所在的舱段就是问天实验舱了。下面就请广叔给大家做一个具体介绍吧。这里就是我们的生命生态实验柜，有点像是动植物的太空旅馆。这里面住着植物种子、幼苗、小型动物等等。其中这里就是斑马鱼的房间，该机柜主要研究在微重力条件下动植物的生命发展形态，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未来在月球乃至火星实现长期生活打下基础。好的，接下来请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太空菜园，走着。现在我们种了2种植物，一种是樱桃番茄，整个长势还是比较好的，很快我们就会吃到香甜可口的果实。这边种植的是生菜，根茎部分发黄的这个区域就是前面我们捡食的部分。能够在太空吃到新鲜的蔬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这些绿植还可以为我们繁忙的工作带来绿色好心情。接下来我们去梦天舱看一看吧，走。梦天舱主要用于大量的科学实验，拥有比问天舱更多的科学实验机会。除了这些，梦天舱最特别的就是这个货物气闸舱了。它的主要作用是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进出舱的主要通道。比如前段时间我们完成的舱外暴露装置样品的回收工作，就是通过它来完成的。梦天舱里还有不少锻炼器材，这里也是我们重要的太空健身房。李聪正在使用的就是我们的抗阻锻炼装置，在轨通过深蹲、硬拉、划船等动作进行上下肢的力量锻炼，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增强肌肉力量，对抗失重带来的肌肉萎缩和骨密度丢失。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握力器、腕力球、弹力带等手段
综合开展其他肌肉力量的锻炼。马上在10月底，我们将在空间站迎来神舟19号乘组的到来。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也将返回地球家园了。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除了按计划开展各项在轨试实验和对整站进行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以外，也在为迎接神舟19号飞行车组的到来做相关准备工作，包括提前为他们整理好睡眠区、卫生区等等，以及准备好他们在入轨初期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同时呢，我们也在为返回做相关的准备工作，包括增强对失重防护的锻炼，还有对我们在任务期间开展的各项试实验所生成的重要数据以及采集的各类样本进行整理和下行准备工作等等。好了，今天我们打卡中国空间站就到这里吧，咱们东风着陆场见。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神舟18号乘组仍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在中国空间站内执行本次飞行任务，以奋斗的姿态向伟大祖国75周岁献礼。上周，3名航天员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神18乘组按计划开展了交会对接操作训练，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进行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手控对接、手控撤离等操作技能训练。在航天员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后，填写了脑力负荷量表和疲劳量表，为空间站任务长期载人飞行对航天员操作绩效影响研究积累了相关数据，有助于地面科研人员探究航天员飞行任务操作技能变化特点和规律。在空间材料科学实验研究方面，航天员利用梦天舱内的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持续开展实验，完成了样品更换等工作。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下开展相关研究，对于认知材料物理与化学过程的本征规律，丰富和完善材料科学基础理论，指导和推动地基材料的制备工艺和生产，改善材料性能以及促进地面相关材料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站内环境监测方面，乘组开展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还完成了声环境监测、空气洁净度测试、风速及温度测量等多项工作。为全面监测和掌握航天员在轨健康状况，乘组开展了运动心肺功能检查、听力测试、骨密度检测、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对自身整体功能状态进行诊断。同时，乘组还利用神经肌肉刺激仪、穴位刺激服、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进行失重防护，维护其长期在轨驻留期间的身体健康。此外，乘组还完成了站务管理和舱内设备检测维护等日常工作，精心照料了太空菜园。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神18乘组的太空出差之旅已进入尾声，预祝他们下阶段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下周见。